深处，炊烟飘渺，牧歌响起。这里有你的童年，你的故乡，你的记忆，你的向往。没有热闹的街巷，它们隐藏着绝世淳朴的容颜，散发着来自生命底色的芬芳。穿过田野和村庄，穿过开满鲜花的山岗，抵达云上的村落，风景无限美好。腊月散清香，梅子黄时雨。在洱海的源头区，有一些古老的村落，与梅树有着深深的情感。这些地方种植不使用化肥，日常也极少使用塑料制品。白色的羊皮袄蕴藏着温暖，唢呐声声传唱着古老的童谣。腊月，洱源县松鹤村的万亩梅花开了。罗康志和妻子要依据每棵梅树的开花情况，给它们修剪枝桠。我们的这个梅子啊，每年要修剪它2次。剪要剪这枝。还有这个枝，对这。对，剪掉它的尖尖以后，果实就大，黄少，名字就好了。村里的一部分人正去往距离村子较远的松树林。妇女们动作娴熟，很快，松毛就垒成了一大堆。松毛将被铺垫到牲畜圈里，和粪便混合发酵，成为梅树、菜地的有机肥料。捏。哦。羊，那个海的羊。大妈，你放呀。你们这是你放这羊是多嘞。它里边有7岁呀，有几只？是7岁呀。你看那里还下着一只小羊，表水也好。我为他包过呢，为包过我表现好呢。你精神好嘞。这回我们精神好。捏。我们这边有一个传统，就嫁姑娘的时候，蜜月要嫁妆，嫁给她月蜜月，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最大的习俗了。每次熟年时候，我们既是又丰收，子女回来，我们又是团圆。上了就是又把蜡这边这个要把它去除掉，
要把吹成了。松鹤村不仅是梅子之乡，也是唢呐之乡。这里的人还保留着吹唢呐的技艺。罗六方家的人世代都会吹唢呐，现在孙女是这种技艺的传承人。要一句一句的把吹清楚，它才好听。要好好的学，你来试试。松针质地紧密，柔韧滑沉，很有重量。这样一摞松毛大约50公斤重，但是妇女们能毫不费劲地背起来，如履平地一般穿过山林来到路边。男人和家里的马匹会等候在那里接应他们。那大表是大表，好了了。哎，主人，那怎么办？在，咱们聊到。俺过去不意思，好走数码回家喽，吹高马木梅花岭，美娘美姐最热心，幸福谁好早收来。还有5万里，我们到皮了。羊皮子我17、8、9就成球啊，17、8、9入手就是51年。家家户户养殖的长毛白山羊，不但为梅子树提供肥料，也为这里的人提供最好的御寒衣物——羊皮袄。采羊皮是没有，实际采的采布。毛玉忠的心愿是在春节来临前，给家里每个人都做一件新的羊皮袄。老伴则会用绣花的时间陪伴着毛大爷。这你做好的啊？绣好的。哦，绣好的嘛，我们好看点啊。我绣好的。冬天是我们的羊皮花是你做出来，吹起上就是热乎。然后夏天或者我们要做片，不凉快了。羊皮要经过繁复的揉制工序，包括反复采搓、漂洗、滤水等，才能去除膻腥味，让皮毛顺滑蓬松。经过1天1夜的晾晒和风干，光鲜雪白的羊皮展现在眼前。这张羊皮偏小，而且毛的长度适中，适合给孙女做一件羊皮披风。奶奶，这个是给我做的羊皮袄的。是，我这个孙女了，就是多年没有穿热服了。奶奶，这个羊毛好滑。是。我穿上它肯定很好看。
来，你吹气还要，你试试。那么漂亮的很。谢谢奶奶。你呢，都得找好来找。李杰呀，李杰。年关将至，松鹤村的年庆活动也进入了紧张的排练期。这里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在外打工的人，不论身处哪里，不论工资多高，年前2个月必须回到村里参加年庆活动排练，谁也不准缺席迟到。好听啊，要记起啊！2、3、4，2、3、4，3、2、3、4。万亩梅花盛开，给蜜蜂们带来丰沛的蜜源。养蜂割蜜也成了村里人谋生的一种方式。得知打小疼爱在外工作的侄儿子回来了，罗巴龙准备割一罐梅花蜜送给他。我是从3岁开始了，3岁到现在啊，有50年了。梅花还在盛开期，有些蜂巢里蜂蜜还不是那么饱满。出于对侄儿子的爱，罗巴龙宁愿少收获一些蜂蜜，也要把这份甜蜜的牵挂送到侄儿手上。这个蜂蜜是，如果是它有蜜了，它的收益就比别的就不一样了。从外边走来，它里边它的收益就降去了。现在的蜜是冬蜜、梅花蜜比春蜜都甜得多。哎，好。我家2号了这样。你看我的客人，你看。松鹤村的梅子在农历6、7月间采摘，一般是鲜梅子卖到加工厂，用作雕梅、画梅、乌梅等。少部分用盐腌制后，经过日晒夜露，做成味道最朴实的盐梅，保存起来，作为饮食配料，可以吃上1年。可以了。你看今天我们的米质比较好，比较大个。等一下安置回来以后，再给它几个对梅、对猪脚。那比好。来，等一下你就即刻去找。那我走后连好吧。经过1夜的过滤，昨天割的蜂蜜显出了丝滑如绸的蜜糖质感。罗巴龙把它装进土罐，这样可以让蜜的香甜品质保存长久。松鹤村人祖祖辈辈靠山吃山，大部分人家做饭依然还使用柴火。这里的人认为，用柴火做的饭菜似乎更香甜美味。梅子炖猪脚是这里人家冬日最喜爱的主食。猪脚砍成小块，以便装锅炖烂。这几粒干盐梅将是这道传统菜肴的味觉主导。随着时间推进，梅子的自然酸度慢慢进入猪脚里。当猪脚软烂熟透的时候，肥腻的油脂已被盐梅驱离逼走，酸香的味道流淌在房梁瓦檐。
你看，这个就你们最爱吃的梅子炖猪脚。哦，那我就多吃点。好，吃点。这是饭吃点。哦。吃不了就不回来啊！受不了后面。先坐起，吃吧。哦，可以的。啊，我们喝杯酒，谢谢你。儿子过来了，我们太高兴了，多喝他几杯。腊月里，村里接二连三办喜事，罗六坊的唢呐队越发忙碌起来。结婚吹唢呐这样的习俗，在这个彝族山村已经延续了几百年。村落的另一头，从山上运来的松毛正被堆成垛子，于是孩子们又有了新的玩耍场地。茶是这个村落的灵魂，贯穿着布朗族人的生命情感。这里是布朗族文化的传承圣地，倾注着他们对自然的专注和尊重。在茶香四溢的春天，所有深藏的情愫在这里都能得到释放。我们呢，张南村民养茶、制茶、做茶、品茶，也是每个村民的生活基本技能了。千年古寨张朗村，西双版纳最大的布朗族村寨，坐落在云雾缭绕、郁郁葱葱的八达山上。这个以茶闻名的布朗族村落，村名张朗却来自傣语，张即大象，朗为冻江，直译为大象冻江的地方。
干栏式的房屋是独具布朗族特色的民居，上面一层工人居住，下面是放养牲畜的地方。长及短檐式的屋顶以及高出地面的底架，能适应多雨潮湿的气候。张朗村周围的原始森林里生长着野生型茶树，近千亩由布朗族祖先种植的古茶树林、古茶园集中成片地分布在原始森林中，与其他乔木混长在一起。玉坎罗和婶婶要去采摘今年的第一茬春茶，他们期盼茶山能像往年一样，给他们带来丰厚馈赠。其实我们布朗族跟茶已经一起生活了上千年了。今天我采的是台地茶，我们这里不仅有那个台地茶，山上还有很多古树茶。高山云雾出好茶，讲的是茶的生长环境。在这里生长的茶树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享受充足的日照，汲取大自然的养分，与万物共同生长。这里的人们从不干涉茶树的生长，他们相信，只有最自然的生态环境，才能产出带有山野气息和穿透力的茶叶。在云南，很多人会把喝茶说成吃茶。玉坎楼和婶婶的这种野餐方式，正是布朗族流传了千百年的吃茶习惯。采茶忙碌的时节，人们要从清晨一直忙碌到傍晚，简单的午饭就在茶地边进行。就着从家里带来的佐料，新鲜的茶叶就是清凉解暑的一道小菜。布朗族能歌善舞，他们从小就要弹奏乐器，学唱各种曲调。不论是白发老者还是幼儿稚童，只要听闻乐曲声响，便会翩翩起舞。从小就对传统乐器感兴趣的布朗小伙艾拉，要赶去老师那里学习三弦。他的老师是村里最好的三弦乐手。艾拉已经从老师这里学会了很多曲子，今天他想学一首能表达情爱的曲子，因为过几天他将去和一位暗暗倾慕了很久的姑娘会面。sẵn cổ bố chè bố phá la hết đấy, mà hồ bố chè bố phá la hết đấy, nhà mạng mấy, đấy bố ngắn bố mạng của nhá, sao đấy. 在以前，布朗族男青年们会怀抱三弦，结伴来到姑娘的竹楼下面，用热情的歌声去打动意中人。虽然现在这种习俗已经被人们淡忘了，但艾拉却很想用这种古老的方式去打动心上人。告别老师之后，为了能把新学的曲子弹奏得更好，艾拉又在村边反复练习。
布朗人说，我们是茶叶的老祖宗。早在1800多年前，布朗族先民就开始种植茶树，是云南最早种植茶树的民族之一。据张朗佛寺里珍藏的贝叶经记载，布朗族迁徙定居在这里已近2000多年，在他们来时就发现这里有野生的茶树了。布朗族姑娘喜爱用花朵做头饰。当一位少女把鲜花插到发髻时，就表明她情窦初开了。而如果小伙子有了意中人，也会摘自己觉得最美的花儿送给他。我喜欢的，要勤劳，然后多才多艺。暮色降临，采茶的人陆续回家。晚餐就要丰盛一些，但做法还是要颇费一番心思。一把稻米放入锅中翻炒至金黄脆香，放进木臼里冲碎，加入山泉水和从茶林里采摘的野菜一起，煮上1-2分钟，一道美味的胡米野菜汤就可以上桌了。吃过晚饭，艾拉接下来的活计就是炒制茶叶。在张朗村，很多人都会炒茶，但要炒得一手好茶，需要有经验的前辈指导。炒茶的时候呢，火嘛要放大一点，要把火看好，然后呢水要不停的放，你放慢了，茶叶呢会烂了。此后的2个多月里，张朗村的夜晚都将沉浸在浓浓的茶香里。春天的张朗村是茶叶的世界，整个村庄里茶香滋肆飘扬，闻上去都能让人陶醉。我相信我们这里的人一定很好的保护古茶山，因为老祖宗种留下给我们的，我们要时时的与它和睦相处的。直到踏进玉坎罗的家，我们才知道艾拉的心上人原来就是他。艾拉并不确信玉坎罗是否听懂了他3弦琴里传达出的情意，因为今天的布朗族姑娘依然像村子周围的古茶树一样，自然深厚，香味纯正而气息浓烈，需要历经柴火的淬炒和温厚的呵护，才能慢慢入味，慢慢回甘。我会穿过田野，穿过村庄，穿过开满鲜花的山岗。我会遇见你，在人海茫茫。我会牵你的手，穿过热闹的街巷。我会穿过时空，穿过无常。
穿过生命散发的芬芳。我会陪着你，在人海茫茫。我会拥抱着你，穿过地久天长。我会穿过田野，穿过村庄，穿过开满鲜花的山岗。我会遇见你，在人海茫茫。我会牵你的手，穿过热闹的街巷。我会穿过时空，穿过无常，穿过生命散发的芬芳。我会陪着你，在人海茫茫。我会拥抱着你，穿过地久天长。